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经济非常差，经济非常差之后，有很多的限中事件。结果今天这件事情我吓傻了，我以为是车子哦，它竟然是辽宁随机杀人案件。他不是用车子，他是自己一个人拿着凶器，拿着刀，结果真的去行凶。结果你看到这个哦，这是公安局他贴出来的这一种所谓的公告，他说这个人他犯了一个恶性的案件。这到底，而且现在什么还在跑，要大家把线索全拿出来的。对，没错。目前呢，在中国的这个吉林的这个松原市，还有包括说像白城市这两个地方来说，现在当地的人心惶惶的一个局面。为什么？因为你看他们公安这个通榆县的这个公安局的这个情治中心公布这个人的照片，这个人叫做姚某，他其实叫姚远，他在长岭县的时候，他就原本要抢劫嘛，就到人家的房间里面去抢。就房间去抢的时候，就没想到这个跟这个屋主发生冲突之后，就怎么办呢？他就把他入室抢劫，就杀了一个人。对，那杀了一个人之后，他想说，反正我杀一个人是死刑，杀很多人是死刑，那怎么办呢？于是他就开始随机杀人，多杀几个就开始杀了。他就这样想。所以他出狱过后，对，他要满足他的杀人计划。对，结果警方逮到人没有？他只有放这张公告下来，对，没错，跟大家讲，大家你要小心哦，杀人犯就在外面爬照。对，没错。那为什么会知道说这个姚远杀人呢？他说，因为他出来之后，他是给这个他的室友之前的这个老大打电话之后，他就跟他说，我有他的微信啊，然后这个很久还联系了我，我猜他是因为杀了一个人是死刑，那索性他就杀更多人的一个状况。而且现在是你看到这一张，对，上了什么？有传言什么？我们市里有个人在今天杀了9个人，对，没错，所以根本不是什么7个、3个、几个，9个。你看，我们市里面有人在今天杀了9个人，他说什么？在长岭县杀了7个，然后在通榆县杀了2个，所以才会有通榆县的这个公安这个通告出来。那重大作案嫌疑当然不是只有一个人叫重大嘛？那显然是真的是如果公安这样说的话，那的确是很多人过世了。好，那么讲，那这网络上传的照片，就是你看。进到房间里面，这是一个人的尸体，那这是一个人的尸体，这是人的尸体，所以看起来的话，似乎是真的杀了非常多人，而且目前为止凶手还在逃。对，好，那我就跟他讲，那为什么这个会有人出来爆料？你看，这就是姚远，就是犯罪的这个人，杀人的这个。对，然后他还跟他的这个老大之前的大哥在谈话状况，那他大哥又接到公安的电话说，你跟姚远有联络吗？这样一个状况，那显然目前为止公安没有抓到。好。那你想，这个姚远后来人家就赶快去调，说这个姚远到底犯做什么案？事实上，他过去一段时间都是一些什么窃盗那些案件，但是没想到他之前有卷入一个社会事件。这是这在2012年的时候，当时的吉林松原市长岭县的话，有一个客房的这个杀人事件。那事实上，他当年也被怀疑是杀人之一，这个凶嫌之一，但是后来跟他无关啦。所以这是姚远2012年被公安所审讯的画面。对，没错。我这看起来就很凶对，没错，看起来就是这个平头，这个眼神，对，有杀气的这个感觉。所以目前为止，你看，这是目前为止这个他们在公安发了一个公告，你看此人为杀人犯，在长岭杀人之后潜逃到通榆，然后在四海明珠又杀了一个人，然后今早又再次潜逃，此人恐有报复社会的嫌疑，各学校叫大家要做好相关的防控啊。而且现在什么？现在中国这个地方已经把他全部资料全部说出来，他说什么？他说姚远他在监狱里面被欺负，就出狱之后换他要欺负人了。对，所以我们一直讲报复社会，这不是我们讲。你看到他这边说什么？他有报复社会的嫌疑。对，还有各学校上下学期要做好监控。对，因为这个人还在跑啊。对，没错。所以这个姚远呢，目前为止变成是整个东北吉林这个地方，大家看的就人心惶惶。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吗？社会不安定的时候，或是说社会这个阶层被剥夺的时候，很多人就真的会这个怒气冲天。像这最近一段时间，在河北石家庄就出现了一件事。你看，赵伟，你看这两个人是这个，因为我们他们每一个这个所谓外卖都有一个站长，就可能我这个地方这个石家庄这个站长，好，就让他们2个去指责这个外卖小哥，就说你跑的这个太慢的一个状况，结果外卖小哥就说那我不做了。我不做的话，那我就站长给他扣80%工资。赵尔，要是你也不爽啊，对不对？每一单从5块变成1块，然后大概少了3000块人民币，就没让他们去理论，他去跟这个站长理论，就站长，好像站长，你看，实际上如果你看整个影片来说，是站长先去推他打他嘛。对，然后另外一个好像疑似来劝架，事实上没有，他是在继续揍他。对，所以呢，这个小哥当然就不爽啊，不爽之后，于是怎么样？他拿出了刀，
然后最后刀就捅他们，捅了他们一个人，直接翻脸了。对，就捅他们。你试想，如果你是这个外卖小哥的时候，你扣克我的薪水，扣克我的薪水，你还2个来打我，那我当然就是拿出这个刀子来这个防难怪卫啊。现在这种社会上面这种很不满的情绪这么多。对，好，那我讲外卖小哥这个他的愤怒其实不是只有他愤怒，为什么？那前一阵子这个美团不是在跟央视拍了一个短片，说我们外卖小哥可以赚很多钱那样。可你知道，在网络上大家都说，骗笑，为什么骗笑？你看，就有人在网络上 po 啊，你看我送外天一天没有赚钱哦，然后反而亏20块人民币，他这样第一天跑，你看他的账户里面亏20.595万，亏钱呢。对啊，我赚了一天，我亏20块，所以他们都网络上 po。那 po 的时候哪有你说？你看这就是央视跟之前拍的，这个好像讲的他们好像是光明磊落的这个工作一样，对不对？就没想到他们 po 这个文章，po 这个文章，po 这个照片出来，结果你知道美团做什么吗？他说不好意思哦，你不能够再 po 这个喽。来，你看他说什么？禁止骑手不当拍摄及泄露平台信息。对，没错。我身为一个外送，我自己去记录我的生活，或者是有人在那边吵架，或者是我有些什么纠纷案件，我错了吗？对，全部都不能发了。对，你不能够发。好，如果你发的话，你看已经对涉事的这个骑手进行永久限制接单，希望引以为戒的一个状况。所以来说，其实呢，从外卖小哥或是从这个遥远啊，他出狱之后呢，心生不满，你就知道说，其实中国社会里面那种所谓暴力之气或是不满的情绪，其实是相当高涨的。宇轩，现在中国人民的那一种不满、那一种怒，从一支影片完全可以看出来。你看到这是什么？这个人假冒了西藏的活佛。想说这今年事吗？没有，4年前的事情。而4年前的事情，突然他又红了起来。大家有说，原来这一支影片，这个人是有秘密的，是有魔力的。我们怀念他啊，为什么呢？因为明明是4年以前的这个西藏的假冒活佛哦，为什么现在呢出来了？来，各位，你可以仔细再看看他的脸。对，你再仔细看看他的脸。你再认真看一点，你有没有觉得他跟谁好像似曾相识？来，我们往前推进来，就是让观众朋友看清楚。我们怀念他啊！这竟然在2天前开始，一堆网友啊，在噼里啪啦啦把这个推文啊直接给推上来，因为理由很简单，因为他长得像习近平，他们就觉得他做的事情跟习近平好像没太大差别嘛，长得貌的也有点神色啊，然后也是中国的救世主啊，那最后面发现也是假的。啊，然后最近呢开始包括社保什么的啊，也是民脂民膏吸了一大堆啊。当然啊，所以你看啊，网友底下就开始在明嘲暗讽，课上的还可以，就是一直拖堂。这时间是不是开放的有点慢了啊？真是假？谁掰得过他？天上掰腕子。他们表面上是在讥讽这个活佛，但实际上是借着这个活佛去骂我们讲的啊，习近平嘛。这厉害，这么多赞，你到底多喜欢？对4年前不按，你4年后一直按。对，就是刻意有人去把这件事情找出来嘛。你看啊，过去他说这是末法时代最后一班车，你们有缘得到一个开悟者，这就是你们的福报，你就是师父的法界。释迦牟尼过去的佛，反正他们就讲了一大堆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我坦白讲，这个跟中共官方念经有什么差别呢？那当时他练财练了2亿嘛，然后行骗了100多个女弟子。所以你知道吗？现在中国网友越来越敢讲，不是把这个东西拿来嘲讽习近平就算了。你看这一句话，这个叫什么？底层的读了书啊，感觉像心灵鸡汤。才会认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底层，有认知了，没问题嘛。就是说你要读书，你才有认知啊，否则你都不知道嘛。来，要是连书都不愿意读的人，那估计会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哦。这句话就大有问题了，因为很多人看这个以为是打盲师嘛，所以你看底下是1.6万个赞哦，然后留言191个，就莫名其妙。1.6万不就是这个？1.6万个人赞，对啊，那就官方突然间呢，把这个东西知乎的给封锁了。然后你看最近他们又讨论到财产的问题，开始讲说一个人的财产因为共产主义嘛，最好呢是献给国家啊。当年无产阶级啊，那很多种中产阶级啊、资本阶级啊，最后人财两空都失败了，就应该献给祖国就好啦。就你知道吗？底下留言说什么？马上一刻啪回复248个赞，这是谁？杨兰兰。那当然，马上把那个过去他开2台劳斯莱斯，然后呢，在澳洲出车祸的事情讲出来说，是这样的。在中国大家一直在影射说啊，杨兰兰可能是中国的高官啊，甚至跟习近平有关啊，很有钱的。但各位，往后这些言论恐怕会更加的饿死。你知道什么？经济学人发了一篇报道，这报道吓死人，叫 China Communist Party want to positive 是什么？正能量。正面积极的，对，所以知道他们要管控什么吗？共产党现在真的什么都管，他管你的情绪。我觉得你有点愤怒
你有点愤世嫉俗啊！没有哦，我很开心。不对，你这家伙有问题啊！要抓回去，拉回去拉正。马上你看哦，他说最近有一个城市哦最严重，叫做潍坊。但其实不是只有这个潍坊，他跟你讲说这个潍坊哦，我们台湾民调有6成7成了不起，对不对？来，你看，知道潍坊对于社会啊感觉到非常的安宁安定啊，有多少吗？99.1%。99.1%说他是活在举世滔滔的幸福之地。潍坊有900万人，有99.1%觉得哇，我这个地方太好，太棒了。那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有在控管。他说我恶意挑拨负面情绪，严查。你不能有情绪啊，你不能在网络上。你今天不能愤怒，今天你不能够哭，你今天不能闹。你每天都要乐观开朗。对，你要说中国好，中国棒，每天的高歌说我们中国伟大的民族复兴。来，你看哦，他说他有给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我们看不明白。有一个学生哦，小朋友哦，他说呢，他在学校里面，他主张说我被教官霸凌，他只把它写在网络上说，希望大家为他伸张正义，要维权。结果他就说他这个是在挑拨对立情绪，所以这个小朋友呢也被抓起来。他在学校被霸凌呢。他讲说我被霸凌，然后他被抓起来，所以你看啊，他直接公布一个官方的说对于这个专项行动，整治恶意的挑动负面的情绪，这些呢会引发网络的焦虑跟着暴力之气，所以代表说习近平哦，现在连你的情绪都要管。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